论是学习一门新语言，还是准备考试，还是学习新知识，怎样记得更牢，总是我们难以绕开的问题。今天就来分享一些如何提高背诵效率的小技巧。第一，理解是基础。我一直觉得理解呢是记忆的基础，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记得更牢，仅靠死记硬背不容易记得住，即便是记住，过几天也会忘记绝大部分。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我曾从事过2年的金融产品经理。刚入行的时候，我利用工作之余，花了3个月考过了证券从业证和基金从业证。老粉应该知道，我大学是一个美术生，对金融一无所知。之所以能快速的记住这些知识，不是我的记忆力有多好，而是我在做题的时候努力去理解。我总是喜欢去揣摩每个选项背后的原理，为什么这么选，这能让我更快的记住它。如果你还是觉得很抽象，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最近看书看来的，里面讲到一个医学知识特别有意思，是关于动脉、静脉的属性特点。它的原始知识是这样的：动脉壁厚，有弹性，没有瓣膜；静脉壁薄，弹性差，有瓣膜。光看这个是不是感觉晕乎乎的？如果是死记硬背，那就会很痛苦，而且容易记错。下面来给你讲一下它的原理，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动脉壁厚是因为心脏将血液压入动脉，动脉壁呢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我们经常锻炼肌肉就会更结实一样，动脉壁呢自然而然呢就会更厚实有弹性。而在静脉中，血液流回心脏的压力更小，所以为了防止血液回流需要瓣膜。是不是就更容易记住了？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人，但是看到这个解释呢，我看了1遍就记住了，并且能够用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第二，运用费曼学习法。著名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认为，只有通过教别人，才能让自己学会。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你所学的新知识，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把你学到的通过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就像我上面给你们讲动脉、静脉的例子一样。讲给自己听或者讲给别人听都可以，除了演讲，也可以尝试写作。核心呢，就是用自己的话进行输出。费曼认为，对于学任何东西，如果你能用最简单的话讲给80岁的老太太听，讲给8岁的孩子听，如果这些人都听懂了，你就等于把这个知识搞明白了。第三，结合兴趣与内容建立联系。如果觉得对自己的学习材料、自己学的知识索然无味，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也难以记住。有时我们无法选择要背诵的内容，但我们可以尝试把需要记忆的东西想得有意思一点，把它们结合自己的兴趣一起记，效果会更好。比如说政治史纲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可以尝试用顺口溜去记忆，或者通过了解背景和小故事来加深印象，效果会大大提升。第四，让记忆和你的生活产生关联。背单词的时候，怎么背才能更有效地记住呢？当然是背我们常用的，因为你会经常看见它，那么你记住它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曝光效应。例如，把你的手机调成英文版，在你的洗手间、镜子前、卧室、客厅各种家具上贴上小纸条，写上每个物品的英文单词。当你使用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它，这样你就能更快地记住这个单词。第五，掌握大脑记忆规律，温故知新，重复记忆。在人类大脑的记忆过程中，会形成4种记忆：瞬时记忆、短期记忆、长期记忆和永久记忆。这是一个完整的全记忆周期。也就是说，在记忆一件事情时，我们的大脑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是首次接触一个新知识，大脑会产生一个瞬时记忆，而这种瞬时记忆呢，在20分钟之后就会下降至 58.2%， 在1小时之后呢，会下降至 44.2%， 在9小时之后会下降至 35.8%， 而在1个月之后只有 21.1% 了。这就是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记忆完毕之后没有及时复习，那么他所背诵的内容的记忆强度呢，就会逐渐的下降，直至彻底遗忘。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我们还知道遗忘的过程呢是先快后慢的。所以对于刚学过的知识，趁热打铁，及时温习巩固，是强化记忆痕迹、防止遗忘的有效手段。第六，尽量在无干扰的环境下背诵。背诵的时候，如果能聚精会神，排除杂念和外界干扰，大脑皮层呢就会留下深刻的记忆痕迹，而不容易遗忘。如果精神涣散，一心二用，就会大大的降低记忆效率。
那如何让自己更好的聚精会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大学生需要经常背单词，那么在校园找一处安静的场所背，比在嘈杂的宿舍背诵效果更好。第7，掌握记忆时间，睡前回忆。记忆的时间节点呢很重要，很多人每天睁眼后的第一件事情和闭眼后的最后一件事情都是玩手机，包括我。但事实上，这是记忆的黄金周期。因为在睡前15分钟记忆之后呢，马上我们就钻进被窝睡觉了，不会产生任何记忆上的冲突。而当我们白天在学习的时候呢，背诵之后通常要做其他的事，避免不了有其他信息进入大脑，就会产生记忆冲突，影响大脑整理信息，固定记忆。这个知识点呢，我之前在介绍为什么精英都是时间控这本书里也提到过。所以如果我们能掌握好这个规律，比如在午睡前快速的背诵一些英语语法知识点，然后再睡觉，睡醒之后再火速的看一遍，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可以躺在床上，在脑子中过一遍今天背过的知识点，第二天早起的时候能再过一遍，这样你就相当于一天背诵了3次，不仅可以避免记忆冲突，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原理，记忆多次的效果也一定比记忆1次的效果好。第8，视听结合，同时利用听觉和视觉的功能来强化记忆，能够提高记忆效率。比如说边读边记，对大脑的刺激比单纯默读要强得多，特别是当头脑不够清醒时。朗读呢，可以使精神集中，让记忆效果更好。第9，学会保养你的大脑。这个方法我之前在超级学习者的10个习惯中也分享过，经常用脑的人一定要学会保养你的大脑。你为你的大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是会显著影响到你的记忆力和敏锐能力的。可以多吃延缓认知能力下降的食物，比如说蓝莓、蔬菜、谷物、鱼类和豆类等等，对大脑有益的食物。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提升脑力的食谱。我想说明的重点是在膳食方面呢，一定要同步跟上去。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保护措施呢，我们的大脑是会衰退的比较快的。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干预，其实是可以延缓衰退的过程的。最后，间隔学习法，很多人都认为在学习新东西时呢，需要连续不断的练习，而 Ultra Learning 的作者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应该经常性的短暂的休息，无论你在学习什么，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间隔休息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网络需要时间来处理信息，所以间隔学习呢，更有助于你去记忆新信息，让你的大脑有足够的时间去恢复。其实番茄工作法的原理和这个知识点很像，都提倡在学习或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休息一会儿，比如说连续工作45分钟之后休息5分钟。我自己深有体会的是，在我连续工作1小时以后呢，我通常会有困倦的感觉，这时候起来走动一下，吃点东西或者舒展身体，能够帮我恢复清醒的意识，而停止使用大脑1小会儿，让他们自己处理需要记忆的东西，确实对新信息的接受度更强。如果我强迫自己一直工作下去，我反而会觉得更疲倦，所以定期休息很重要。总结一下，如何背诵才能记得更牢？第1，理解是基础；第2，运用费曼学习法；第3，结合兴趣；第4，让记忆和你的生活产生关联；第5，经常复习；第6，尽量在无干扰的环境下背诵；第7，睡前回忆；第8，视听结合；第9，学会保养你的大脑；第10，间隔学习，定期休息。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你的观看。如果觉得有用的话，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